人啊、陆连昭啊，包括这个邓林的这些画家呢，都是在这个。邓林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邓小平先生的是宋文治先生的自己所以呢，我们说这些的时候，是让大家能晓得到宋文治先生在深圳的这种交集之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活。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下一个就是学习。宋文治先生这一生啊，他的这个艺术阶段呢，我们说大致可以这样做一个区分。用3句话来讲呢，叫青年习古，就是青年的时候向古人学习；中年初心去做这种创新；晚年呢求变。这是宋文治先生中国艺术的3个阶段。那从具体的艺术的这种技法来讲，可以分这种细宋、初宋一直到什么呢？小国彩。小国彩呢是宋文治先生最终形成自己艺术风格重要的这个艺术风格代表。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现在讲的第一部分就是青年习古。所以大家看到这有一种画的这种味道，那其实是宋文治先生临的画。那我们说他是学的谁呢？这上面有写西鲁老人笔记，就是说通过这个上面这个题，我们知道是学这个西鲁老人。西鲁老人是谁呢？就是著名的王世民。我们清代呢是有这个清初四王，他们引领了清代绘画300年的发展。这清代4王都是谁呢？就是刚才我们最开始讲到这个楼东画派的代表，以王世民为首，包括这个王建，包括王辉，还有王元祁。王世民就是董其昌的弟弟啊，是这么一个关系过来。当然，这个4王加上吴丽跟岳寿平也被称为的4王吴韵秦六家，所以这里临的就是王世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画里面，我们说宋文治先生临的是很到位。到位在哪儿？好在哪儿？就是大家看这个树，包括这个台呀，这个苍苍茫茫的感觉，就是王世民的这个苍是最难学的、最难临的。所以宋文治先生这个临的这个状态，我们说是非常到位的。可见他对4王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这后面也有提到这个史西如之神境也，在后面讲。然后呢，这个本身来讲呢，也是讲说他学到了这个王世民精神这个评价是谁来评价的呢？就是宋文治先生的老师张士元来写的可能我们朋友们觉得老师夸学生，这不是很常见的，但我们说这里面不常见的来于哪儿？张士元本身他对4王的学习是极深入的，在中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而且呢，他的这个本身的这种评价跟认可，可以说也是说宋文治先生临的这个是比较到位的，老师觉得 OK，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题，这是意义在这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这同样是一幅临的这个，就是元代的这个画家宋元的画家山水画这里面他主要临的是谁呢？一个是宋代的大画家郭熙尤其是你看这几个就是蟹爪一样的这个树的状态，就典型的郭熙的画法，包括这个山的。那我们说上面山跟下面树的这个画是学颜氏家之一的王蒙他对王蒙的学习也是非常深入的这是宋文治先生青年习古的2个很精彩的，这临的都是非常精彩、非常到位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一下这幅是我们这次展览最重要的作品。这个展厅里面，这个展示，其实这幅作品江南春朝，江南春朝，大家看到这个作品，你们感受什么？喜欢吗？我个人看到挺喜欢的，因为你看整个的这个江南的春色，桃花盛开着，掩映着这个古朴的一个房屋，一片这个水面上。是吧？非常的美而且我们说这个桃花呢，嫣红秋润，后面这个房屋呢，又透着这种古朴清新的这种气息。整个我们说这是一片这种江南诗意的状态。所以这幅画我们说非常漂亮，尤其这个桃花的红色非常这种正气。
但是你看宋文这个画，你要去感受一下它什么，就是宋文志先生的山水，它很重要要带一个要什么呢？就是生机勃勃，就是有生机。那我们说你这里面怎么能感受到宋文志山水的生机？看到吗？这个飞的燕子了，是吧？鸟在飞，这是有生机的啊，不是只有这种静静的写过来的。再一个，大家仔细看了，这里面是一个洗衣服的人，是不是？是不是？哎，是有人活动的，我们说是有生机的。后面这些房子证明什么？是有人居住的，是吧？所以我们说宋文志的山水，你仔细去品味啊，它里面一定是有生机的，一定是有生机的。那再一个来讲，我们说为什么说这幅画重要？这是宋文志先生最早开始江南题材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画江南山水。他开始画江南山水，这是最早的、最有代表性的江南地貌。这幅作品我们说画出来之后是很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北京有一个叫荣宝斋，因为这幅画本身是有这个参考版画的动作，荣宝斋就把这幅画用那个木头把它刻完之后，就可以把它复印出来了，就把这个复印的这个画拿出来卖。结果这一版下来之后，一下就卖光了，特别受欢迎。然后之后呢，这一看好了，再来一趟，是吧？哎，马上就卖光了。到什么程度呢？一连刻了10年，是吧？哎，所以可见这幅画呢深受大家喜爱，是吧？而且呢，我们说宋文志先生第一本个人画集是什么时候呢？1963年。当时这本个人画集的封面就是这幅画，就可见宋文志先生对于这幅画是非常注意的。对，这是宋文志先生6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所以说，今天大家能看到他的真迹，能看到这幅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展览做的非常好的地方啊。所以大家知道这幅画的意义可长啊。为什么是真迹？好，接下来我们到这个下一个展示啊。接下来呢，我们到这个展示就是什么呢？就是开拓之产这个雕。为什么我来了就停在这幅画前面呢？这幅画也是我这次展览非常重要的一个。宋文志先生，我们说刚才最开始我们提到，他是60年代中国现代绘画开拓者之一，这个地位江湖地位的奠定。那我们看这部作品描写的是什么呢？是大家看到葛洲坝大坝，对吧？是这个朋友说是葛洲坝，这个年代大家看是60年代，60年代这个是南京黄河的山北峡啊，那葛洲坝应该那时候还没有。但是这在当时咱们中国6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看，大家看到这个里面把整个的这个生产建设的大坝生产建设的这个景区，你看这个工厂的厂房啊，冒烟的烟囱啊，和这个工作的这个大流车呀，是整个的是非常具有这个当时的这个时代的。然后顺着这个公路蜿蜒，你看到后面是什么雄伟的一个而且这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我爱这奔腾的黄河水，是吧？大家看到这个水极具气势。所以呢，我们说这幅作品来讲，大家看到这里面是有这个素描的意思，大家看啊，是不是？有这些素描的现代绘画东西是很多。那你看这个山水的笔墨的变化，这是传统文化。那同时又是怎么样呢？把当时时代所反映的时代的元素、时代建设的东西和传统的山水相对应，这是宋文志先生现代中国创新重要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这个展厅，大家等一下带大家走一圈，你看。都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把传统山水跟时代结合。那这幅画，我们说当时，这幅画呢叫《山川巨变》啊。这幅画是宋文志先生所创作的，这个《山川巨变》大概有4幅的，这是其中的第2幅，也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说它的重要性已经提到这些，它是这样的，他在去60年代2万3千里写成过程中，创造一个小幅的作品。回来之后，在这个小幅的基础上，在南京创造了这幅，这是第2幅。然后这部作品就送到哪呢？到北京去参展。参展之后的反响非常好，非常强烈。而且这幅画被当时的《人民日报》包括很多重要的画册都把这幅画做了这个报道。
而且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做了一个专题片，叫什么？叫山水中国，是吧？而且也对这幅画进行了所以呢，这幅画一举奠定了刚才我们说宋国志先生新吉林画派四大家以及60年中国现代绘画开拓。这幅画对宋国志先生的这个艺术生涯，还是60年代的这个艺术创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这次展览最重要的作品。所以大家都是画，但是这幅作品大家要够爱。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特色，传统山水和时代相结合。大家看说传统山水在哪儿呢？这是不是传统山水啊？那时代在哪儿呢？这一看就是矿山工作的场景，就是当时的生产建设，包括你看这个汽车的状态，是不是都是这个我们说60年代的这个中国的生产建设状态？所以呢，它的既有传统山水的笔墨，也有什么呢？也有这个我们说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和整个这个元素和山水的这种结合这种体现啊，所以它的画一定是有创新，有时代精神啊，这是我们说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幅，然后呢，右边这里什么？大家可以，它就是说画了一个人，我看到画的是什么？这画的是什么地方？就是韶山中毛主席的故居。我跟大家讲，在60年代，当时咱们这个艺术创作来讲，如果你不画毛主席题材的这个作品，这个是不行的啊。画这个韶山中画这个主题故居，其实来讲就也是一种表态，一种对大家认可的重要路径，是这样，没有时代认识。换句话说，简单讲，这里面你做这样的创作，最起码你是拥护和爱戴主题的嘛，是不是？所以呢，这部作品它绝对不仅仅是看到了山水，这是有背后的什么呢？时代内涵的，就是它同样具有什么时代元素在里面。然后呢，这边是这个新安江啊，新安江啊，这边我把这一部两部，你看这边是不是看不见？我把它放下来，整个的这个新安江的大坝，整个的时代。西什么江是哪里啊？西安江是在那个浙江省，就是在那边，它当时是这里面呢，周围是一些山，这个地势比较滑，所以他就把这个围在一起做了一个那个蓄水，就是这样啊，做了一个西安江水库，这是水库的一个大坝。好，这边呢是这个南京城外的这个大家应该还可以感受到这个传统山水以及当时的这个时代这发展。你看这个火车开过来，是不是？绿皮的。对，一定是绿皮的哈。60年代有绿皮的，都是已经不错了啊。不和谐的感觉啊。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背景，我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呢？就是传统中国画当时有一种论调。大家觉得传统中国画，你画到那些山山水水都是文人墨客文弄墨，文人墨客不能反映什么呢？时代趋势。西画它是有反的，好谢谢啊。它是有很多反映现实的一个表现，所以他觉得中国画没有意义，落伍的，是不是？但是另外一批人就觉得中国画有它好的东西，应该延续和发展下去。继承中国画何去何从？能不能反映时代？这里面就是探索。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之前我不知道看没看过我们馆上一个展李可染的那个70周年写生的展，同样从李可染先生开始就在做什么呢？中国画能反映现实生活的。所以这些时代的作品是当时这些艺术家对这种中国画能不能反映现实时代的艺术解答。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中国画也不会继续的向前去发展，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知道这个时代背景之后，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是这样做的一个呈现。而且我们在看到过了这个年代之后，你再去看宋之前的山水，又是另外一个面貌。好多在中间通过这种对比和感受，我相信大家也会有些什么思考。好，当年的工业好落后啊。你发达是从落后一点点开始的，是不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啊。
这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才有今天，是吧？哎，这里这幅作品啊，我们说是钟文正先生非常重要的作品之一，10号。这个作品我们说难度非常大。大家知道为什么难度大吗？你仔细看啊，这会他用的是双头技法。你看这一片一片小叶子，一笔一笔画出来。你们仔细看，你想想，你把这一片画出来，你要花多少的时间跟心力？我们说看到这个画的时候，证明钟文正先生还年轻，眼神还很好。用显微镜嘛，可以用显微镜画。现在有技术了。因为你如果说你没有这样一个这种心力的和身体的这种知识，其实是没法这样做。艺术家到了这个老年的时候，心境也好，对吧？身体和眼力也好，都不会走这种功底的路，更多的是会走这种写意的东西啊。哎，这个是艺术发展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作品本身来讲呢，所反映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太湖。那宋文正先生所要表现的太湖，不是我们说传统的太湖的那种优美的那种古香古色，表现的什么呢？新时代的太湖，给大家看到这种房子的变化呀、变塔的这个故事啊，是吧？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这个时代的这个怎么样啊？那我们讲说，也有这个艺术评论认为啊，就是呢，大家看到这个画的创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期间？民国期间。对，这个高压线塔也隐喻着什么？在压迫之下，也是在压迫之下啊，这样隐喻。其实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说你去理解成这样？但是你看他还有一幅作品叫什么呢？叫《太湖新庄》，同样这个高压线放在这里非常显著的位置。所以呢，我觉得这种论断，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且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他还不错了，他有机会拿笔去画。同时代的比他年轻的画家，都是中跟卢琛，10年画不了画，干嘛？就在那边生产队里干活，摸不到笔。朱启瞻想去画画练一练，都得把门窗关得紧紧的，不能被人家看见。所以那个时候你想去干艺术，干不了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说这种有压力、有反馈，那个时代人的这种状态，这也是时代的反馈。是吧？他当年多大年龄啊？他1919年出生的，你算一下，1973年。50岁，这也够辛苦了。好，接下来呢，来为什么叫出生呢？经历了文革之后，他终于能够怎么呢？能够正常的艺术家想画一下心中想画的，这是一种尤其对心理的一种所以你看这上面你看不到那个高人先生的是吧？你就看到什么这种平静优美的什么江南风光。山村。那这里面画的是礼花春雨江南啊，哎，礼花这里面透出了几个气息呢？首先是什么季节啊？春天是吧？那这个前面白白的是什么花啊？梨花是吧？哎，那它所描绘的是哪里呢？江南，具体是江南哪里？太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宋文治先生一生，他最擅长、一生永恒不变的主题，一直在画的地方是哪呢？太湖。所以呢，宋文治先生也有宋太湖之称。所以大家要知道宋太湖是谁啊？就是宋。那宋文治先生这个笔下的这个太湖，既是他这个探索生活的这个基地，而且也是他一生当中我们说这种情感寄托，包括他对家乡之爱这种情感，包括对江南山水的这种爱，在里都得浓缩在一起。他会用不同的这种绘画技法，然后结合不同的这种太湖的风景，去来做呢我们说不同的这种艺术生活的表达。所以大家要知道太湖对于宋文治的意义所在。再一个，我们说他这个画这个江南山水画太湖，它本身我们说从这个特点上大概有这样3个特点啊。第一个叫什么呢？叫小中见大。为什么叫小中见大呢？我们看到的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说局部的一个风景，是吧？但是你想想后面是有什么？是有一望无际的广阔的这种太湖。
这个比如说就叫小中见大，就说以小见大。那第二个来讲，就是它的江南山一定会透着这种清新俊秀，你整个这种感觉呈现大家这个是可以感受到这种东西。第三个特点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有这种轮廓色。你仔细去感受，你去看后面的云，你去体会其中后面的这个风景，你会去想象后边云后面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你会有这种真样。它整个的这个派基本上是会有这样3个特点。那再一个，它画江南山水，你说从构图上，再有些它的习惯，大家看，就是它近处比较喜欢什么，就是山林啊，这是有林，这是有山，然后中间呢，它会精心的选取一些什么房屋或者一些建筑，在远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船帆、点点帆影，在之后是水波相接，基本上它都是这样一个层次来表现，它比较喜欢这样一个构图的方式来表现江南山水。这幅画如果横着画，这样画幅面会大一点。横着画，一定是横着，这只是说取决于画的这个词，它只是表的，后面是表的，它其实是一个长方形，它表成了一个例子。那我们看到那幅我们讲叫绿苔湖，这幅就是红苔湖。那我们说这幅里面，刚才我们讲的宋之先生关于太湖的这几个特点，这个小中见大、清新悦旧这种广阔深远，都是这个大家可以感受到，是吧？那再有一个来讲，我们说这个整个这个绘画的构图，大家看是不是近处还是山林、房屋、船帆以及这种水泥相间，是吧？这是它整个绘画的一个特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这幅作品啊，这是咱们点题的一幅作品啊。这幅作品叫什么呢？轻舟已过万重山。它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叫峡江题材啊，这个就是说长江两岸的这个风光啊，这样来看。那我们说这一幅画里面，宋文正先生最喜欢的一句诗，李白的一句诗啊，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非常喜欢这句诗，而且以这句诗的诗意来把这个整个的画面做一个呈现。这个万重山大家看到了吧？是不是万重山？轻舟呢顺江，非常这种没有猴子，没有猴子。当年还是这种帆船吗？是这种帆船，是60年代是这种帆船，那种机动船还是比较少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比较穷的。机帆船有些有帆，但是也有没有风的时候才有动力。机帆船。然后呢，我们说这部作品里面呢，宋文正先生用了一个中国画的技法，因为他一生都在做中国画的探索创新。这个技法是什么呢？叫彩墨法。你这个彩墨法体现在哪儿呢？大家看这边，就是颜色跟墨是这种相融的状态，而且还有这种深浅变化的状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技法？这个是怎么来出来的呢？就是他把那个毛笔啊，那个笔尖蘸墨，这个笔根的地方什么呢？蘸那个颜色，然后一起来用出来，所以就出了这样一个效果出来啊。这个墨彩相间，这个技法不是宋文正先生独创的技法，但是他在把这个彩墨法融入到他的山水当中去，在做这种探索啊。这两幅作品都是什么呢？彩墨法的代表。彩墨是谁原创的？最早的这个很难讲的是原创，因为那个时代的一批艺术家都在做这个事儿，都在干这个，都会有做都会有在作品中会做一些尝试，或多或少吧。那我们说这个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这个作品呢，宋文正先生一生创作了多幅，这是最早的一幅，这是80年代81年，当时这幅作品是被中国美术家协会选的，然后送到那个法国巴黎参加那个沙龙展。巴黎的那个沙龙展呢，历史上是非常悠久的，而且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大艺术展，所以这是选出来作为代表去参展这个展。再之后呢，宋文正先生也为这个说香港中国银行，包括这个钓鱼台国宾馆，也以这个轻舟已过万重山为题创作了整个山水作品。所以这个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作品，宋文正先生创作的不止一幅，
当然内容上对，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但是不是说都是这个样子，会有不同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峡江的，就是我们讲三峡的那个风光的那个状态。对，好，接下来呢，我们到这个下一个展示，我们到这个里面看。这个展示大家进来，相信想请大家看一眼不同，就是你们肯定也去过多次美术馆，也看过很多展，那你们觉得这个布展跟其他的布展有哪些不同呢？有哪些不同或新意呢？区别？山村，对，都是山村，三四山，就是我跟大家讲，其实就在于这啊，因为它是悬空的，就很少有把这个悬空的。为什么要悬空呢？我们说轻舟已过万重山，那个帆是深浅，所以有一种风帆扬起的寓意在。这个事情其实对整个策展来讲增加了其实挺有难度的，对，而且会花很多心力啊。对，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策展的一个心思所在。我们不仅要欣赏一个好的画，对于整个的策展这种好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去欣赏。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对面这是以前的长片你们在这里还有一个这个长片呢，这个比较少见，它正好是卷的，然后一点一点展开下来。那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蜀江是哪？蜀江又叫四川，是长江在四川、重庆、宜昌干流的这一段，被叫做什么？叫做蜀江。所以我们说他画的就是三峡，你说是整个的这一段嘛？三峡嘛，所以你看，整个这个画面开始一展开的时候，这一卷一展开的时候，就是两艘什么小船出现了。整个我们说大家看到这个是不是两边这个我们说险峻的这个山崖与层峦叠嶂的这个山石，包括云海，整个这个非常雄奇的这个自然风光就映入眼帘。顺着这个小舟，顺着这个江一直走，你就在欣赏两岸的风光。突然间这又出现了一个什么瀑布，然后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两边山崖的这个变化又多了什么？多了一些这种灵气跟气势出来了。然后大家你看这个船走到这儿的时候，你看这个上面突然间出现了什么？这边也有一些什么？一些房子、一些建筑，这就一下又把我们从之前的那个2万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可以说你从李白所经历的那个年代，一下又拉回到什么现实当中，加上当时的这个60年代，因为你看两岸的建筑又如何体现，然后你看船走到这一边的时候呢，就豁然开朗，看到了整个的一些什么时代感的一些体现。所以你看宋文治的山水，它不仅是说他把传统的山水做了一个非常优美的表达，同时他的画一定会融入会把当时的时代的整个做，是吧？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又回到了什么？这个两边的这个整个的山峡的这个峡江的这个风光。然后呢，最后我们说一路观前游览过来，到最后看到了一个非常时代现代化的一个大时代，是吧？所以呢，又把我们又拉到这个时代中，所以呢，这是整个这个水天岭这个作品，其实也是呢很精彩的。然后呢，这些房子现在应该都被拆了，现在是所有房子都往后退，是退50米还是退100米？就是三峡的那个大江大河边上的房子全部拆掉。修了之后呢，其实它是有把水位提高，这个风光是有的。但是国家也规定它是怕污染，就是让所有村庄往后退50米，就是那房子现在都被拆，只有遗址的。这边我们看到这两棵树呢，在也是宋文治前面不太多见啊。但是你看这幅画的时候，如果你飘渺喜欢欧洲那种印象派的绘画，看到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气息？确实很虚空。这个作品就是当时宋文治先生参加了这个在南京的一个西方绘画展，看完之后也挺激动的，就是看到这些印象派绘画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回来之后就用
中国画的技法和中国画的这些元素、这些笔墨跟色调，就是创作这一幅我们说有这种西方印象派一样的这种状态的这种表达，所以说也非常精彩。然后呢，这边呢这个小幅的作品，其实最终我这选的都很好看。大家说一些，说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当然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你可以选你们自己喜欢。这幅作品呢，我个人也喜欢，但整个的这个林啊、山啊、云啊特别有意思，而且这幅作品呢，我们说他的宋文治先生特别注重什么呢？就是远处的这个层次，你看山跟云的变化，层次是很。而一般来讲，应该逐渐变淡。这里面它突然反其道而行之，用了一个比较浓的这个颜色在。当然，你可以理解这里面是有些乌云，那边可能有一些阴，所以这个山是有些颜色的变化。而且呢，这幅画里面，包括这边大家看到有一些我们说这个泼墨，所以呢，它这个里面，如果你懂中国画的这个技法，你能看到我们技法，包括这个泼墨啊，包括也有一些泼彩啊，这个勾擦染这些都会有。所以呢，其实这幅画你仔细看，它包含很多内容，整个画面非常这种优美精彩。但是呢，这里面所体现的这种绘画本身这种技法内容也很丰富，是这样的。这幅画叫《春山湖云》，很漂亮。这个松树是风笔画的。对，相对来讲，我比较喜欢把这个能够画的细。然后这边呢，这几个就慢慢来。我们下午跟大家一起走过这几个山水。这个中间我们看什么呢？第一个呢，我们去找宋文治先生的话，就刚才我们讲他的山水一定是有生机。第二呢，就是宋文治先生对远景的描绘，这个视角是有他这种独特的这种方式。他比较喜欢那种俯视、远视的那种视角。大家看到这个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啊？远景是这样的。那这里呢，生机又体现在哪儿呢？那这种飞鸟、渔船，是吧？所以呢，这幅画、这幅山水，刚才我说的，生机在，这个视角在啊。好，这个第一幅大家看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能不能再找一下这幅？这幅里面，首先大家看到视角的变化，是不是如我刚才所说？是不是也是一个俯视加这种深远的，是吧？生机在于哪儿呢？渔夫啊，这个还有渔鹰啊，是不是？你看这边，就是本身来讲，他的山水里面这些元素是他非常喜欢的，而且这是也是他比较喜欢表现的好。现在这种都被淘汰了，语音捕鱼。还有也会。只有旅游的时候专门给别人照相才有一点。这个看情况吧。这里面大家看到了这个生机在哪，是吧？它这个蜿蜒上去这个房屋，是不是？人住的房子在，是吧？再看整个这个远山，这里有一些彩墨法，这种俯视加这种深远，是不是？所以呢，它的山水里面，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些。住那么高不怕被雷击啊？你得去问山上的人。这个呢，我们说就是又回到了江南山水的题材，是吧？刚才咱们讲的几个结构它都在，山林、建筑、帆船、水面相机，尤其这一笔勾的非常这种自然场景，是吧？好。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这边就是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它的这种生机多模，是吧？以及这种远山层次的这种变化，这种色彩的变化。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山水作品，可以感受到宋文治先生创作的一些特色。刚才那位朋友问到说这个是不是工笔？你看那个一笔一笔的，这是比较工细的。我们准确讲说，不能说完全是工笔，因为你看它的这都是墨染的部分，这个树干的部分。但是对于生真的表达，可以说是相对来讲工细。
它其实算是一种结合吧，不是完全的东西，但它比较习惯于什么呢？近处的松树，尤其这松针的话是比较喜欢。好，接下来呢，我们到这个下一个又来到什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中创资产啊，双日先生他个人的艺术风格最重要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就是小火彩。那双日先生是怎么到了这个小火彩这个艺术风格来的？这不是一天就来的，这有个过渡。最开始呢，宋文治去给毛主席纪念堂创作这个绘画作品，这就期间在北京呢，在北京呢就来到了这个黄苗子家里做客。做客的时候，这个黄苗子家就有一本张大千的画册。那个时候张大千没那么出名啊，但是宋文治先生看到这个画册，上面是张大千的泼彩，非常喜欢，非常受触动。这个泼彩的这个想法就在脑子里面转。后来呢，宋文治先生在南京啊参观了一个当时一个青年艺术家的展。这个艺术家呢，他是把这个颜料放在这个浴缸里，再用那个特殊的纸把它捞出来。这个颜料在纸上它就自然流动，他就用这种自然流动来做成艺术的展现。就这两个点给宋文治先生非常重要的启发，就他就开始了什么呢？他的小火彩的风格。那其实这一幅我们说难言精彩，也不是小火彩，有点像大火彩，但是为什么这一幅就放在这里了呢？这一幅的重要意义在于呢，它是宋文治先生泼彩创作的第一幅作品，这所以呢，它的意义在这儿，就是刚开始的第一幅。那我们看宋文治先生这个泼彩的作品，主要有代表性的来看这一幅。这幅本身呢，我不知道你们看到咱们馆里有那个卡吧，然后你可以给这幅画命名，这幅画没名字，然后可以把那个卡投进去，然后做一个展示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参与一下。那我们接着讲宋文治的小泼彩。那宋文治的小泼彩，我们说它跟这个张大千的大泼彩的不一样在于哪呢？就是第一，宋文治的小泼彩，它泼彩所用的这个分量少，而且呢，我们说它那个本身它处理的形成的部分也是什么？是整个画面的这个局部量少啊，然后呢，这个面积也小，是这样啊。而且呢，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哪？它强调什么？它强调用笔，也就是说，这个画面里面泼彩是作为局部的，是作为虚的部分，更多它要展现的是前面的用笔勾勒的。刚才看那个洒这个石头啊，所以它的小泼彩，它的重要特色是什么呢？一定要强调写，强调这种中国画的用笔。他做泼彩，他和张大千不一样，张大千是把泼彩作为整个画面的一个重要部分放在那里，他也会做勾勒，但是他的主体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颜色啊。那宋文治的这个小泼彩，它的主体让你看到的近处的时候，一定是用笔写过的，用笔画的部分。它的泼彩大家看到流动的这个颜色是后面什么呢？表现远神的这个虚的部分，是局部的处理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说他和张大千的这个大泼彩不一样。那宋文治先生呢，对于这个泼彩颜色跟线条的关系呢，他特别重视啊。他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好比你盖房子，你盖房子这个线条就好比里面那个钢筋的那个架子，那你这个颜色呢，就好比你外面放的那个水泥。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钢架在里面，这个水泥它就会塌掉，是吧？所以他把线条跟颜色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大家也可以知道，他小泼彩的不同所在，他更强调了什么？这种中国画用笔的写，所谓写就是这线条的中国画，是吧？泼彩来做什么？作为局部。好，那这里面这个泼彩作品，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一幅，非常精彩。极具气质啊，这个颜色这个表达也特别漂亮。这里面我们说，泼彩的梦在哪呢？大家看到这是泼彩的整个的从颜色的变化来讲，是非常有现代的绘画的这种我们说这种想象的这种颜色的变化，有透出这种抽象的这种表达，这是有虚的，同时呢还有实的，就这个树的。是整个的这种虚实对比的结合非常强烈。
而且呢也非常具有现代艺术的气息。这里边你说远处的这是山林吗？也可以是，你仔细看，所以就是什么？就是颜色的变化，是吧？所以呢，这里面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想象。其实咱们中国画讲究的一个到位是什么呢？齐白石先生讲，就是在似与不似之间。所谓你似的就是像，你画的太像，那我们说这个画其实意义就不大，直接拍照是吧？那所谓你画的不像呢，这个画你又失去了你画本人该有的这些一些东西。所以最高的标准就是在似与不似之间。所以你通过我们说这个颜色的变化，你也能可以感受到这种似与不似的这种状态。而且大家仔细看的是什么？看这些飞鸟，白色的，非常细，非常细。对，就是用颜色直接画出来。而且呢，整个来讲，你看这个鸟的状态，这种自然的状态表现得非常好。关于这个线条跟颜色的关系呢，宋文色先生呢还有他有一个想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就是什么？就是这里头，就是颜色跟线条的配合，怎么样来讲能达到宋文色先生的让他觉得你是到位了，是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线条要长在颜色里。你仔细看，这种跟色相横的状态，是不是？这是线条嘛？对，所以呢，这种线跟色的这种处理。宋文色先生说，有这样的状态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个是他满意，觉得是达到他的。这个我们说这里有个体现，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明显，而且近处的你看人的线条的刻画呀，房子的刻画都是非常细的，你看这一笔是很细腻，包括你看这个树啊，这个松针的这个树枝的一条一条极细腻，是一是。好，这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边这幅画呢，大家看到的时候，我相信你们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啊？中国画这个赭石其实不是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太一样，甚至有一点那种黄色。为什么会有这个颜色呢？其实这幅黄山云呢，就后面是有故事啊，就是宋文色先生他在有一次在画画之前，就是旁边是有茶的，他边这个画是成天也要喝点水的，这个一不小心把这个茶放少了，这个纸还没画，这个茶叶这个茶叶字就淋在上面，宋文色先生就凭视力啊，在这个茶叶字的基础上，就用他这个画法，然后呢创作这个，可以说这也是宋文色先生这个灵感所在，是吧？这也是他的这个技法的能力所在。他特别擅长的是什么？就是你泼彩颜色是自然流动的，你茶叶是少的，这个东西是自然流动的。但最后，宋文色先生经过他的这个妙笔升华，会把它回到什么呢？他所表达的这个艺术呈现上面来，会把它融入到宋文色先生的整体的艺术表达中，而且会做的非常完美。这是宋文色先生厉害的地方，是吧？所以呢，这也是这幅画后面的故事。这个画宋文色先生画完之后，这个也是很得意，很喜欢。所以后边那个多次是有一个不同的这个画册呀、画展的，他都会把这个作品放。这些都是真迹还是复制品？都是真迹，就有几幅是这个所谓的那种打印的那种复印件，就是那个沙发旁边摆的那几幅小画，那几幅不是，剩下这些都是真迹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又回到了这个传统的这种山水平台。宋文色先生呢，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又什么？又回归传统，因为当时是有这样的论调，觉得学习传统没有意义，因为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新的时代，就是中国画创新的时代。那宋文色先生呢，就是非常不认可这种理念的，他通过他自己晚年的这个艺术实践的呈现又来做了一些总结。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传统跟这个创新的关系。他说，你离开了传统的创新是无根之木，是无源之水。那你在传统的路上走得有多远，你未来的创新就会有多精彩，是吧？他对传统的创新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法。那在我的宋文色先生的山水呢，他也会有这样一些特色啊。他特别强调的是
就是我们说虚跟实的变化，近景类，尤其是远景。宋文志先生讲一句话叫“实处一写，虚处难求”。所谓实处一写，就是你看近的这些景物虽然很细腻，大家看到啊，但是宋文志先生说，对于画的人来讲，其实这些并不是重要。你要想有一个好的山水的呈现，中国画讲究的是一种意境，对吧？这种意境的表现更多什么？通过这种虚处的变化。那虚处就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云跟山的关系。那什么样的云跟山的关系是宋文志先生觉得好的？就是要云外有那个山外有云，云中有山，山跟山要形，云跟山要形成有机的这种联系跟结合。这个东西有了，你的远景云跟山处理的就好，你的远景就好，你的虚处就好，这样你整个的虚实变化就会变好。这是宋文志先生他的山水做的一些总结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幅，这幅画的是我们看到了宋文志先生到了这个晚年的，他又用这个传统中国画的这些技法，包括你看这个叶子的形状，你看在黄公望啊、王世敏他们这些中国画的这些我们说古代的大家里，他们都会有这样的表达，这是传统中国画的。包括这边的树叶这种穿插的变化，包括这里的一些肉结栓，包括这边也有一些皮革栓，这都是传统中国画的技法。换句话说，到了晚年，宋文志先生又在传统里面去寻求什么？寻求这种积累的变化。但是，我们说也比较遗憾，就是没有给他更多的这种时间。如果给他更多的时间，他在这个小破产上可能会有更精彩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说宋文志的这一生，从画江南山水，从他这个所画的挚爱的这个惊天佳人太湖开始，最后到了晚年，又回到他心之所念，念念不忘到太湖的那些事。这个展览呢，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吧。好，辛苦了。再见。